师兄，好久不见。仁爱终于要上市了，恭喜你。谢谢。师兄今天约我来，不单是为了道贺吧？中华投行缺个总裁，来帮我吧。师兄，这恐怕……小雨，你可是行内公认的投资天才，当初若是听侯老师的话，出国深造，早就称霸华尔街了。你真的甘心只留在贺思玉身边当个秘书吗？师兄，荣亚需要我，何况我和阿玉之间不只是秘书和老板这么简单。是吗？可你陪他白手起家7年了，他却连个名分都没有给你。你用7年做了一场豪赌，现在荣亚上市，你确定你不会输？贺思玉不会让我输的。我的药劲长期有效，小袁，我等你。江秘书，贺总他们在7楼。好。小袁，你确定要跟贺思玉求婚？是啊，我们都在一起7年了，也该结婚了。江小姐，没有跟你母亲匹配的骨髓，我们也爱莫能助。我求求你了。怎么办？我与江女士骨髓匹配，我愿意捐赠。还不像我暗无天日的师弟欺骗了我而已，没有希望。所以，我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进入荣亚投行，从小职员做到总秘。那时，总有人说我是飞蛾扑火，可他们不明白，贺思玉于我而言，不仅有恩，还有爱。他就是我的光。他最近很忙，所以求婚这件事就由我来吧，帮他分担任务。你为了他放下女人的矜持和骄傲，主动求婚，你简直是为爱冲锋的战士，加油！你们听说了吗？这卢家大小姐卢柏芝回国了。哎，我知道，那个是跟贺哥一届的金融系女神，我听说是贺哥的白月光吧？贺思玉有白月光？柏芝姐呀，家世显赫，又是留学博士，跟咱们贺哥呀最般配。这柏芝姐现在回国了，那贺哥岂不是事业爱情收不收？哎，贺哥要和卢柏芝再续前缘，那江源怎么办啊？他毕竟跟了贺哥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哎呀，那江源充其量啊，他就算一个替身，一个秘书而已。现在这正主回来了，他不就应该乖乖的滚蛋吗？有道理，是吧，贺哥？阿玉一定会反驳的，他爱的是我，要娶的也是我。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他这算是默认了。不说这个了，也是这咱们的聚会嘛，提他有什么意思？哎，要不这样吧，咱们每一个人说一件自己做过最刺激的事儿
我说，算你说，在车里，你那算什么呀？烂俗！贺哥，你做过最刺激的事儿是什么呀？为爱当三。百枝姐对不对？我就知道你还爱着她。哎呀，当年他们都传这百枝姐喜欢徐周易，所以你就为爱当三。贺哥，想不到你还是个纯爱战神呢。哎，贺哥，这10月10号，你是不是跟百枝姐见面了？你怎么知道？他朋友圈发了呀，他说这重逢是最浪漫的事儿，我就想到你们两个肯定是见面了。怎么样？那天晚上有没有干柴遇到烈火，一续前缘呢？10月10号是我酒精中毒、流产住院的那天。病人酒精中毒很严重，孩子怕是保不住了。病人大出血，快点准备急救！江小姐，你的孩子没保住，抱歉。我为了荣雅上市，应酬到酒精中毒，李娟和白月光再续前缘。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被清除出你的视线。小姐，快叫救护车！酒精中毒加小产，本来就很伤身，你还有严重胃炎，居然还不好好休养。你还这么年轻，什么工作值得你拿命去拼？我知道了，出院后我会好好休养的。谢谢医生。好好休养。5天了，他对我不闻不问。也是，也许在他的世界里，我只是可有可无，只是从前我没发现而已。现在发现也不晚。师兄，之前的邀请方便详谈吗？时间地点你来安排。好，等我消息。我努力了7年，都没能让贺思雨爱上我，那现在也是时候放弃，去过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了。袁姐，你不是生病了吗？怎么回来了？难道是因为空降的事儿？空降？公司从来没有过先例啊。贺总没告诉你吗？他前天出国，据说是去接一个重金挖的高材生回来，今天就要入职了。不过具体对方降到哪个部门呢，还不知道。所以这几天他对我不闻不问，是在忙这个。空降的那个领导叫什么名字？好像叫卢什么吃。袁姐，你没有被烫到吧？卢白痴。对，就是这个名字。袁姐，你认识啊？不认识。可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卢柏芝，是投资三部新任总监，以后投资三部的工作都由他来负责。什么？他是投资三部总监？卢柏芝毕业于 WT 商学院金融学博士，曾在国外最顶尖的银行工作过，是我们荣亚高薪挖过来的人才，所以以后他的工作请全力配合。袁姐，这也太过分了吧！虽然你是总秘，但也是公司元老，这些年公司大项目都是你拿下的，我们都以为三部总监的位置应该是你的。等荣亚上市了，我就把投资三部总监的位置给你。贺总这么不想让我当你秘书啊？这是你应得的。不过1个月而已，连我该得的那份都不配了吗？何思玉，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你好，你是江秘书吧？我听阿玉提起过你，说你业务能力很不错，替我把她照顾得很好。阿玉，以后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其他应酬场合，一律叫我贺总。好。所以贺思玉的规矩只是立给外人用的，对喜欢的人，他从不实现。我只是在做本职工作而已。江秘书，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呀？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要三部总监的位置，可我不是有心要抢你的位置的。是阿玉说，唯有我才能胜。不过我不会在这个位置待很久的，到时候你要是还想要的话，我赏给你就是。毕竟阿玉说你是她最忠心的。我自然呢，也是不会亏待你。你说什么？你放开我！好呀。你没事吧？你在干什么？好像扭到脚了，是我不小心摔倒的。我看江秘书对我当总监有些不高兴，所以就想来解释一下，可能是地太滑了。是真的不小心吗？贺总难道认为是我推卢总监的吗？你的职务任命是公司决定的，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可是江秘书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一个秘书。别这么说，江秘书该不高兴了。江秘书，我帮你把资料捡起来。这些事情不用你做。没长手吗？还不赶紧收拾起来！是。袁姐，江秘书，今天晚上和陈总的应酬，你先过去。我知道了，贺。江秘书，陈总，你来吧。哎呀，来，先走一个。合作愉快。嚯，都是我喜欢吃的菜呀！啊，哎呀，贺总真是好福气啊，有你这样细心周到的秘书，难怪他事业做得那么成功啊！啊，你尝尝这边的特色菜。陈总，贺总，你终于来了。
这位是荣亚新来的卢总监，和特威合作的项目，今后由他跟你对接。可之前都是江秘书在跟我对接，这突然换人，江源只是一个秘书，之前的工作只是暂时由他负责对接而已。现在卢总监回来了，项目自然要物归原主。所以他是正主，我只是个替身是吗？陈总不用担心，卢总监是 M 国 WT 商学院金融学博士，曾经在国外最顶尖的银行工作过，是我们特地挖到荣亚的人才，所以专业能力毋庸置疑。这江秘书，我会尽快把项目资料整理好，交给卢总监。那就麻烦了。陈总，后续您直接跟卢总监对接就行。今天我就先告辞了。既然是荣雅内部的决定，我自然没有意见。不过，贺总也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喜欢喝酒交朋友。当初江秘书可是喝了9杯白的，让我佩服不已啊！不知道卢总监的酒量怎么样呢？可能不如江秘书，但也愿意陪陈总尽兴。卢总监喝不了酒，我替他来。阿月，你不能喝酒，还是别喝了。我并未能哭，只得鋼琴哭，哭這沒法走出的困局。無奈氣氛換出處境的沉重，不肯鬆手，但從沒退縮。我要是能哭，應該對誰哭？像屈原的心掉進峽谷。我愛得越堅忍，這對手越動，心裏。阿月，你再幫我看看還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原来卢总监是 WT 商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怪不得贺总要亲自去挖人呢。是啊，卢总监人美学历高，江秘书拿什么跟人家比啊？这一次啊，江秘书输的不冤。你们很闲吗？袁姐，他们嘴碎，别跟他一般计较。没事，他们说的也没错。贺总，会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你坐那里。我刚来公司，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请教阿玉，离得近会方便一些。怎么，有意见吗？没有。大家好，我是 WT 商学院经济学博士卢柏芝。
谢谢大家。还有一件事，根据我的初步评估，这几个项目都不太适合再继续推进，所以我决定全部暂停。这些都是江秘书定好的项目呀。贺总，真要全部暂停吗？没想到呀，卢总监说要全部暂停，贺总居然同意了。可不是嘛，那几个项目可是江秘书从去年就开始跟进的，费时费力，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唉，谁让人家只是个没话语权的秘书呢？袁姐，贺总这是被卢总监下降头了吧？怎么什么都由卢总监说了算呀？很简单，他在为卢总监巩固地位。巩固什么地位需要这么偏心？难不成要把卢总监培养成荣亚未来的老板娘吗？袁姐，不好意思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或许你说的对呢，只是可惜了许工那个 AI 项目。江秘书，把所有暂停掉的项目资料拿到阿玉的办公室来。袁姐，你真的要离职？可是荣亚根本离不开你，贺总也离不开你啊。没有谁离不开谁，日子离了谁都能过。不会敲门吗？这么没有规矩，你就是这么做事的。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阿玉，别这么凶，这江秘书又不是故意的。江秘书，麻烦你帮我放在桌子上面吧，我现在有些不太方便。贺总，关于科大许工的 AI 项目，我之前做过详细的考察和背调，认为很有市场前景，而且即将要过2轮，可以告诉我暂停的原因吗？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个项目落实的细节很难，市场前景根本就达不到项目书里的预期，而且许工的资历也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投资。许工虽然年轻，但他在校时屡获大奖，想法也很有前瞻性。原来江秘书是因为欣赏许工，所以才推荐项目的。可是商人只看利益，不讲情怀。阿月，你果然没把人教好。所以说嘛，他只能做一个秘书，做不了投资总监。做投资这一行的，得有点头脑，还有眼光才行。江秘书，你就是一个大学本科学历，做项目对你来说确实难为你。贺总也是这么认为的。江秘书，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投资的事情以后会有专业的人来做。是啊，江秘书，荣亚可是上市公司，以后项目的事你还是少插嘴吧，以免让大家笑话荣亚无人可用，一个秘书也可以来指手画脚。至于 AI 这个大项目板块，我已经找到了更专业的人去做，阿玉也决定投资，就不劳你操心了。停了我的项目，还任由他羞辱我，贺思雨，我真是太给你脸了。既然贺总已经决定了，我也没什么好说。贺总，这还有一些文件需要您签字，还有我的。行了，你先出去吧。以后没有什么事，不要进来打扰，其他人也是。我知道了，贺总看完早点签字。
喂，好，我陪你去。周密，这种小事都能递到我面前，秘书部离了江源都是吃干饭的吗？贺总，这是这……阿月，我们走吧。好。这些箱子里面的东西都拿去捐了吧。都不要了。这间公寓从地段到布置都是迎合贺思玉的喜好，为他准备的。现在也不需要了，都不要了，辛苦了。好，来搬东西。荣耀优秀员工的奖杯，还是当年贺思玉亲自颁给我的。这么多年，我都把它当着宝贝一样供着。现在看看，还是物尽其用的好。Loving you is like taking a crazy ride。试探着。袁姐，你今天好漂亮呀！是啊，太漂亮，太有气质了。江秘书，你早就该把那身职业装脱下来了。从前穿的古板是贺思玉要求，说穿的太花枝招展，容易招男人觊觎。我当时真是脑子进水了，才连这种事都顺着他。对了，袁姐，你手机坏了吗？没有啊。今早贺总陪卢总监去吉飞工厂考察，给你打电话，一直都联系不上你。是吗？可能手机没电了吧。还有啊，你昨天晚上居然准时下班了，你可是连续7年加班到凌晨的拼命三娘。那是以前，从现在起，我要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袁姐，贺总昨天没签字，他应该还不知道你要辞职的事。我知道了。来吉飞工厂。真是一副资本家的嘴脸。为了离职，我忍了。你们先去忙吧，我去找贺总。江秘书来了哟，难得见到江秘书今天这种打扮，难不成是去约会？阿月，咱们今天呀，可得让江秘书准点下班。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上班时间不要穿得这么花枝招展。我穿个裙子就是花枝招展，那卢总监也穿了，贺总也要禁止吗？你是你，他是他。贺总的意思是要对员工区别对待吗？阿月，是我的疏忽，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以后在公司都穿正装，也免得让人在背后误会我你对我特殊照顾。不过阿月，你的这位江秘书脾气可真大呀。江秘书，认清自己的身份。江源，这就是你为之付出7年的男人。我知道了，贺总。可恶！小心！阿玉，
所有誓言，所有诺言藏在手中，化成一把火。别怕，燃烧我原来他的眼里我的真意，将我变根本没有我。一只飞蛾，在寂寞萦绕的夜空中，飞过爱曾停留的角落。贺总，你怎么样？伤得重不重？阿玉，你疼不疼？没事，小伤，不疼。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吧，伤到骨头就不好了。哎，对了，江秘书呢？刚刚这么乱，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他人呢？我刚才看到他已经站起来了，他估计是担心怕你怪他，撞到架子，所以没有打招呼就离开了。他倒是跑得快，要派人找他吗？不用管他，我们走。如果离别是为了能再见一面，爱是想念后的怕无限。江秘书，你不是撞到头了？贺总他们已经去医院了，要不我也送你去医院看看。不用了，谢谢，我没事。这次再见，如果是最后的一面，也是失眠后的分开线。贺思玉，7年的感情，到最后，我就成了被你抛下的第一件行李。我有点脑震荡，算工伤，打算请几天假。然姐，你放心休息。阿玉，你受伤了，得多吃点才恢复得快。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乌鱼汤，有助于伤口恢复哦。贺总，你都连续加班3天了，我给你煲了乌鱼汤，你要不要？你不知道我最讨厌乌鱼吗？拿去倒点。贺思玉，你为了卢柏芝，冒着酒精过敏的危险，你要为他挡酒，甚至连自己最讨厌的食物都可以吃，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真爱吗？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贺哥在朋友圈秀恩爱，果然真爱还是要秀啊，不秀就是不爱。原来7年相伴的我无名无分，只是因为不爱吧。真诚好静，上的最后一课叫割舍。张秘书，周一的例会你贺总，怎么是你？江源呢？袁姐请假了。她生病了？贺总，您不知道吗？前几天在吉飞工厂，袁姐被砸伤了，这几天请了病假休息。喂，贺哥，听说这江源从荣亚离职了。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我是听说有大佬要投资他，觉得挺意外的，就打电话过来问问你。不可能。也是，只要你还在荣亚，我估计他就舍不得离开。应该是看见你重用柏芝姐而忽略他，所以才特意放出来的消息。故意放出消息呢，就可以逼你去挽留他。哎，真俗啊，一点心意都没有。哎，他难道就不知道男人最讨厌的就是女人争风吃醋耍的这些小手段呢？他这么做只会把你越推越远。难道他是因为这个？贺哥，嘀咕什么呢？哦，没什么，挂了。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忘记开密码。屋里的东西呢？想换批新的摆件，之前的就丢掉了。你用这个装花，不可以吗？上哪儿了？贺总，都过去3天了，你才来问，不觉得太晚了吗？没事的话，请回吧。让卢柏芝出任3部的总监，应该提前跟你说一声。啊，好了，别闹了，我累了。你干什么？我检查一下，你上哪儿？贺思雨，我问你，我们到底什么关系？你觉得呢？7年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连个答案都不配知道吗？你只需要记住，你是我的人。可我不是你挥之即来呼之即去的玩物，我是个人，我有感情。贺思雨，如果你不能给我想要的，还不如分开。你说什么？我说，阿月，我妈妈出事了，你快来！好。贺思雨，我跟卢柏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别闹了。不是我想的那样。贺思雨，到现在，你为什么还在骗我？江秘书终于来了。还来公司，昨晚果然是在闹。来的正好，去预约个餐厅。贺总要预约哪家餐厅？小桥流水。阿玉，小桥流水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以后只有我们2个人来，可以吗？随你。原来我从不是那个特殊的。送我们去餐厅。这家餐厅离公司并不远，贺总还是打车比较好。张秘书，你别忘了，你现在开的车属于公司，所以该怎么使用我说了算。是啊，车是荣亚的，荣亚是贺思玉的，和我无关。哪怕我为荣亚、为贺思玉鞠躬尽瘁7年。还你。贺总，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我一并还给你。你又在闹什么脾气？我没有在闹脾气，我只是觉得贺总说的对，那些东西都是你的，我现在只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我现在去订餐厅。江秘书，你的文件还没拿？给我吧。阿月，这江秘书要离职。无聊。怎么了？他是提了很过分的要求吗？是采购单？这江秘书这是什么意思啊？还能有什么意思？闹脾气，耍一些无聊的小心思罢了。他才不会离职。你就这么笃定？其实江秘书要走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秘书，我可以给你介绍更专业的。他不一样，我习惯用他工作。
阿玉，你是习惯了用它工作，还是习惯了它？也是，甄秘书还是用习惯了的比较好。阿玉，明天晚上是庆功宴的礼服已经准备好了，你让江秘书替我去取一下吧。好。江源，这都不走，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小王，你有看到我离职报告吗？卢总监拿走了，我看他给贺总了。江秘书，你真要？我打算离职。这么快就批复了，巴不得我早点走吧。贺总，卢总监的礼服送到了，我先走了。等等，阿玉说一会儿要陪我试礼服，江秘书，你去泡2杯咖啡进来。我怎么给阿玉泡咖啡不是你的本职工作吗？江秘书现在对工作也要挑三拣四，难怪阿玉不看好你。算了，申请都已经递了，再忍最后几个小时就好。我这就去。可以了吗？江秘书，我穿着礼服有些不太方便，麻烦你递给我吧。啊，好烫！江远，你在干什么？阿玉，我的手好疼。周密，拿烫伤膏进来，道歉。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道歉？我亲眼看到你拿咖啡泼了柏芝，你还在狡辩。江远，这是公司收起你那些争风吃醋的小心思，给柏芝道歉。贺思玉，7年的相处，我以为你会很了解我的为人，可惜原来是我瞎了眼。争风吃醋，你觉得你配吗？你什么意思？明明是你有错在先，你还强词夺理。你认定是我做的了？我知道了，要道歉是吧？这才是我泼的，我泼他是他活该，要让我道歉，不可能。江远，你过分了，这就受不了了。如果受不了的话，那就赶紧批复我的离职申请。你还好意思说？离职申请写成那样，先前说你能够胜任总秘的工作，现在看都是高看你。你什么意思？贺总，如果你对我提的要求有意见，大可以驳回和商量，犯不着这样人身攻击。你不是一向自诩公私分明吗？贺总，我每天都在等着你批复我的离职申请，我怕你没看见，还特意每天都打印一份。所以你到底什么时候批？这是怎么了？对了，贺总，吉飞有个紧急的线上会议，都等着您呢。我知道了，你去陪卢总监换个衣服，再给他上药，再把私人医生叫过来。不用了，阿宇，一点小伤，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的话，可能会对荣亚有些影响。至于江秘书，我也就不追究了，免得你难做。你放心，我一定会补偿你。江远，荣亚刚上市，我不想跟你玩那些无聊的把戏。
但是如果你以后再做出伤害柏芝的事情，别怪我不留情面。我们之间还有情面可言吗？江秘书，你总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有意思吗？当初是你舔着脸签长约的，不就是想攀上阿玉这根高枝吗？你要真想离职，直接违约啊！你在这演什么戏啊？哦，我明白了，你就是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的小秘书，怎么可能赔得起天价违约金啊？既然你没有钱，就做好牛马该做的事，少给阿玉添堵。或许阿玉心情一好，还能放你一马。罗总应该盼着我离职吧？要不你帮我付违约金？凭什么？既然不愿意帮忙，那就少管闲事。看来贺思玉是不打算好聚好散了，那我只能走法律程序。违约金，师兄，麻烦你来荣亚接我。这阿玉是不相信江云会离开，还是舍不得？舍不得什么？没什么，江秘书那么好，他要是真离开了，我还有些舍不得。他不会走的，离开荣亚，谁还敢用他？是吗？阿玉，你快看啊，这江秘书被豪车接走了。这江秘书什么时候认识的有钱人呢？该不会是找的新东家吧？不可能，他不可能离开荣亚。不是新东家，莫非是男朋友？也是，这江秘书长得那么漂亮，又会应酬，自然是招人喜欢的。江源，通知人事部，江源无故早退，这个季度奖金全扣。可是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阿玉，你陪我挑件新的礼服吧。明天可是公司的第一次宴会，这时间这么赶，也不知道能不能挑到合适的。我还有事。不用那么麻烦，去把那条白裙子拿来。试试吧。哇，这么漂亮！阿玉，这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吗？啊，好像和你那件礼服是情侣款。情侣款？这是江秘书为他自己准备的。可是这件礼服很适合我。阿玉，明天的宴会对我来说很重要，可以把这件给我吗？当然可以，你想要的，我都会让你得到。果然，阿玉最喜欢的就是我。张宇，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江宇，你好样的！小月，不接吗？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师兄，原本我想从荣亚辞职再和你合作，但现在看来短时间内是辞不掉了。需要帮忙吗？这是我和贺思玉的事，我想自己解决。虽然不能马上辞职，但我还是想和你合作。这个项目考察筹划了1年，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一个前景分析书，还有……你决定了，那就投，我只负责出钱。这怎么行？小月，你是投行的总裁，是我的合伙人，你有最高决策权，而我只需要信任你的能力就好。所以说嘛，他只能做一个秘书，做不了投资总监。做投资这一行的得有点头脑，还有眼光才行。你就是一个大学本科学历，
做项目对你来说确实难为你了。贺总也是这么认为的。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投资的事情以后会有专业的人做。原来这就是信任和不信任之间的区别。师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亏本的。啊，对了，上次见的匆忙，忘记问了。大学时跟踪你的那个变态，后面还有骚扰过你吗？妹妹，你别跑啊！哥只想让你陪我玩玩。贺学长，你先走。快走！小月，走啊！那晚之后，你警告了他几次，他就没再来打扰了。说起来，还得谢谢你师兄。那天是贺思玉救了我，又给我妈妈捐了骨髓。后来我爱上他，为之努力付出7年，我跟他之间也算是扯平了。昨天脾气不是挺大吗？还回来干什么？什么？你怎么穿成这样？这不是不想让江秘书说你对我特殊照顾吗？阿月，你对我这么好，我也不想让你为难。没必要。你是总监，不是秘书，没必要穿成这个样子。还有这些杂事，让江秘书来做就好。可是江秘书人呢？贺总，江秘书请假了。又请假？是，江秘书说，他说反正季度奖金已经扣完了，那多请1天也无妨。他真这么说？是，江秘书他还说，要是贺总您不高兴的话，把他开了也可以。江源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去，找到江源，告诉他，今天晚上晚宴之前必须回来。是，阿月，你江源，您好，袁姐怎么关机了？这要我去哪儿找人啊？许工，今天约你来是想谈谈 AI 项目。江秘书，这个 AI 项目我忙前忙后1年，之前你跟我说评估没问题，现在被荣亚拒绝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荣亚内部最近有变动，项目是新来的总监决定暂停的。我想以个人的名义来投资这个项目，许工愿意跟我试试吗？个人名义，你离开荣亚了？可以这么讲，我很看好这个项目，所以不想放弃。我有信心能让这个 AR 成为轰动江城的项目。许工愿意相信我吗？我们合作这么多年，江秘书，你的能力我了解，绝对是顶尖的，我信你。谢谢许工。合作愉快。江总，走了。谈妥了？师兄，1个月后就是项目展会，届时江城所有的新项目都会参展。据我所知，荣亚集团也会推出新项目。你想要直接竞争？没错。好，师兄就不怕我搞砸？你可是投资天才，我相信你的眼光。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贺思雨，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是爱你才会做了7年的秘书，离开你，我只会更好。江源，你在搞什么？
宴会马上开始了，你人到底在哪里？贺总，我已经请假了，我没有去宴会的义务，麻烦你另请高人。他以前从来不会挂我电话的，难道他真的？阿月，我们走吧。我到底在想什么？江源离开荣亚，根本没地儿可去。你怎么来啦？袁姐，你是不知道，现在公司简直是地狱，没有你可真不行啊！这是什么？这个呀，是贺总按你给的采购单采购，让我带过来，说务必要交给你的。我什么时候给他过采购单？这我就不知道了。袁姐，这跟以前可不一样，这个箱子里啊，可是贺总亲自买的，你自己看吧。我就先走啦。哎。什么意思？贺思雨居然在给我挑项链。这个包包是限量版哎，我上周刚在杂志上看到过。阿玉，你给我挑的。我有那么无聊？客户送的，不用的话就扔了。哟。去马尔代夫的机票。阿玉，这客户送的。你不是正好要休年假吗？跟周密一起去吧。你不和我一起吗？我有用钱吗？不用公司全包，送员工福利。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这个花我知道，客户送的。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7年来，贺思玉送的每份礼物都是客户送的，没想到现在我居然要走了，他倒是挑起了礼物。我又怎么好能触碰你温度？阿玉送我的限量款，我挑了最喜欢的。这是陆百之挑剩下的，所以即便是给了我礼物，也都是顺便和多余的罢了。这么快就到了，来了。你有什么？酒精的味道，贺思玉又喝酒了。贺思玉，你在干什么？又在办什么酒疯？我没有为你闹。我以为，贺思玉，你放我下来！贺思玉，放开我！贺思玉。放开！就当是最后一次。我想to how I would be your
这是什么？这是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分心呢？你不是研究？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更贺思雨，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锦盒里装的是什么。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再陪我睡会儿。最后一晚而已，整那么缠绵干什么？还没哄好。什么哄不哄的，各取所需罢了。我对你来说，就是各取所需。对啊，都是成年人了，贺总不会连这点规矩都不知道吧？结局不完美，情节很安全。贺思雨，我不再对你抱有期待，因为连半点失望的情绪都没有。江小姐，你母亲病情加重，需要尽快手术，你赶紧来医院一趟吧。我马上过去。江小姐，今天在做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患者体内有恶性肿瘤，位置很不好，手术难度很大，危险也极高。上周检查不是说很稳定吗？怎么会？就因如此，所以十分的棘手。他的这种情况，以我们医院现在的水平，无法给他完成这个手术。那其他医院呢？需要时间上的协调，恐怕来不及。不过我倒有个快的办法，就是有点麻烦。我不怕麻烦，我只有我妈，只要能救她，我做什么都行。荣亚请了一个海外的专家团来江城义诊，今天下午3点就到鼎盛饭店。郭院长呢已经去接了。你不是在荣亚任职吗？你可以带着这个病例过去，请他们来完成这个手术。我没有把我妈的病告诉过贺思雨，荣亚好端端的怎么会请？我知道了，谢谢秦医生。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来不及了，先去饭店。这么快就没耐心？阿月，怎么了？是公司有急事吗？不是，骚扰电话。思玉，你这么忙还陪柏芝来看我，真是麻烦你了。应该的，阿姨。妈，你就放心吧，等下午呀，专家团一到，就立马给你做手术。这专家团是阿玉几个月之前就定下的，他一听你要做手术，就立马亲自安排了。可比我都上心呢。几个月前，思月，你家也有病人吗？原来他最近总往医院跑，是因为这个。给我找一个国外最顶尖的肿瘤医院，编一个专家团来江城巡诊。妈，你这话问的，阿玉啊，家里人都好着呢。这专家团就是阿玉为你亲自安排的。阿玉，你说对吧？自然，我跟柏芝一样，希望阿姨能够早日康复。毕竟，有些事情缺了阿姨可不行。什么事啊？妈，其他的事
等你手术完之后再说吧。你先好好休息，我跟阿玉去接专家团。思月，有你照顾柏芝，我就放心了。快去吧。走吧。走。来不及了。何思玉，小袁，师兄，伤到哪里了？我送你去医院。没事，只是小伤，我现在去不了医院。有什么事情比去医院处理伤口还重要？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师兄，你可以带我去鼎盛饭店吗？走吧。请问郭院长在吗？郭院长他们10分钟前吃完饭就走了呀。什么？为什么偏偏只差了这10分钟？江小姐，你母亲突发高血压，已经进手术室了，你那边怎么样了？什么？我错过了她。郭院长，我再去争取一下，你赶紧来医院吧。好。我去取车，陪你去医院，然后路上联系省医院的专家。你别急，阿姨会没事的。谢谢师兄。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还没到最后，我不能放弃。我去给你拿个充电宝去吧。你陪着阿姨吧，我自己去。嗯。这位医生，里面正在会诊，请问你有事吗？你是患者家属，我是32床的主治医生。32床患者现在情况十分的危险，已经进入手术室了。对方也是荣亚员工的家属，所以我想……病历给我看看。原来阿玉请专家团是为了江源的母亲，哼，这不正好？抱歉啊，专家团是为我母亲而来，不接受其他的会诊，爱莫能助。这人命关天呀！这江秘书他也是荣亚的老员工，贺总贺总知道江秘书家的情况，这是他吩咐的，你说什么都没用。不是你。贺思雨说专家不接其他的会诊，难道他不知道我母亲的病情情况危急吗？我将情况照实说了，可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那个会诊的病患我也知道，情况明明稳定，不需要那么早的做手术。贺思雨，你好狠的心！省医院肿瘤科的陈主任带队过来了，半个小时之内就到。在这之前，秦医生就拜托你了。好，我一定尽力。师兄，多谢你，要不然我母亲……别哭了，陈医生不是说了很有把握吗？阿姨会平安无事的。你都提心吊胆大半天了，先休息会儿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阿月，谢谢你啊，为我母亲这么尽心尽力。这是我该做的。
希望阿姨能尽快好起来。毕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她。你是说我们订婚是吗？你怎么在这？贺总，你在迷之顾问吗？你什么意思？江秘书，你疯了吧？阿月，你没事吧？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这一巴掌是我送给你的贺礼，我祝你们二位白头偕老，断子绝孙。江源，江源，阿月，你的脸肿了，我陪你去上药吧。没事，我不疼。这个江秘书气性也太大了吧！他要是对我有意见，冲着我来就好了，他怎么能动手打你呢？真是一点都不顾及往日的情分。情分？哪有什么情分？什么红不红，各取所需罢了。只不过各取所需罢了。什么？没事。他为什么会在这儿？应该是陪着男朋友来的吧？男朋友？江源，你给我等着！郭院长，还没查到吗？抱歉，贺总，江若初女士的转院是专人办的，我作为院长都无权翻看她的病历。那天江源在医院，是因为他妈妈做手术吗？专家团已经等了1周了，还要继续等吗？算了，等下次再安排。周密，江源还没来公司吗？对，江秘书还在休假。难道他妈妈情况不好？他为什么不告诉我？阿月，明天就是1年1度的项目展会，所有的新项目都会推出，谁能一鸣惊人，就能占据整个市场。我相信我所带领的 AI 飞鸟项目，一定可以在展会上大放光彩。我相信你的能力。之前我给江秘书的项目否，他还不乐意。他不过就是一个本科生，而我在国外学习到的东西确实领先于他。飞鸟绝对不是他选择那些破烂项目能比的。不要拿自己跟他比。那我再去开个会，确保飞鸟能够在展会上大放光彩，为荣亚争光。别太辛苦。明天就是展会了，但目前来看，我们项目的竞争力不是很强，算力和算法都无法达到最优啊。江总，我有个想法，现在的算法都太传统了，我们是新兴项目，做不到创新就等于找死。不如试试稀疏激活网络架构，不仅可以提升训练效率3倍，推算的模型成本也可以降低60%。做出来了！哎，江总，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天才啊！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在荣亚做个秘书呢？小雨，这可是国外顶级投行的 offer， 你确定不要？师兄，荣亚需要我，值得吗？为了贺思玉，值得。还不是当初犯傻了，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希望现在为时不晚。不晚，我敢保证啊，明天展会不会有比我们更强的。明天荣亚也会推出新款 AR， 我们要做的就是拿第一，打败他们，
迅速占领整个市场。只要这个项目成功，我就能彻底离开荣亚，告别过去了。哎，江总，是不是该给我们的产品取一个像样的名字了？万事问心不为人，就叫问心吧。好啊，好名字。早点休息，明天展会我们一定要拿第一。好。小袁，我还有个会，应该能在展会结束之前回来，等你的好消息。师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按我说的准备，我要给小袁一个惊喜。你去把牌子扶正一下，其他的再去准备一下。百芝姐，你怎么来了？阿玉，你也来了。百芝姐，我都听说了，在你带领下做出的飞鸟啊，可是今天展会的大热门，还上了财经头条呢。都是吹捧的话，不过嘛，和国内的这些人相比，我在国外学习到的东西确实更加先进。我相信飞鸟一定是最强的。百芝姐，还得是你厉害，又是富二代，还是经济学博士，自己做出的项目又能遥遥领先，和贺哥最配了。怪不得呀，贺哥能喜欢你10年。10年？我跟阿玉才认识7年。是你记错了吧？那应该是我记错了吧。展会马上开始了，白芝，你还有哪个看好的项目吗？说起来确实有一个，名字叫做问心，展台就在那边。走。这个问心是空降的项目，我比较看好。哎，你们试用过问心吗？功能非常强大，逻辑清晰，而且还能人性化交互，不仅能提高效率，还易于上手。不仅如此，他的思维链和思维能力已经超过了大部分逻辑不好的人，这对于教育会有很大的帮助，未来必定会成为市场风向，行业标杆。问心的数据穿透能力表现也非常突出，可广泛运用于交通、金融、医疗等行业，前途发展不可估量啊！这个问心算法很强，如果能够把它合并，将数据放在飞鸟上，飞鸟肯定会比现在更强。这么厉害吗？那打听打听，看看是谁做的。我真有此意。白芝姐，还是你厉害，出身豪门就算了，专业能力还过硬，不像那个江源，出身卑微，就是个秘书，还天天妄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他配吗？阿玉，你觉得呢？虽然我学历比较高，但是我刚出社会，论经验还是得看你。你的眼光没错，问心虽然空降展会，暂时热度很高，如果荣亚能够顺利收购，可以直接跻身 AI 界顶流。查出来了，我知道问心是谁做的。是谁？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刚创业的小公司。这种小公司最好拿捏，只要钱到位就都好收。哎，一会儿不是有那个产品交流会吗？到时候我们直接把它拿下。江源，你怎么在这儿？真晦气，我为什么不能来？哦，我明白了，你就是不甘心。我有什么不甘心的？你不就是能力和资历上比不过百芝姐，又不甘心在贺哥面前落人一头，于是就欲擒故纵，辞职威胁贺哥，现在又屁颠颠跑来假装偶遇，想讨好贺哥，你恶不恶心？江秘书，你对我有意见，也不应该如此不专业。在公司要发表新项目的时候，你玩失踪；现在飞鸟要亮相，你又要回来，你以为阿玉是你随便能讨好的吗？江源，你无缘无故失踪，现在就算回来了，公司也要处罚你。不过你现在道歉，看你以前工作辛苦的份上，原谅你。用不着你原谅，你以为我来这里是为了讨好你吗？我来展会不是为了荣亚，用不着你原谅。如果你实在是对我不满，大可以辞退我。你又用这个威胁，百芝觉得你的项目不错，但是他的专业能力强，你又何必斤斤计较？
你的专业性很足，你以前从来不是这样。你也说了是以前，让开。江远，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道歉，解决善后的问题，不然我也最后跟你说一遍，我来这里跟你们的目的是一样的，看到了吗？我也是被受邀的。你为什么会有邀请函？哎呀，贺哥，他拿的肯定是荣亚集团的邀请函，装什么呀，江源？闹够了没？今天是飞鸟展出的重要日子，不要添乱。他的确是被邀请而来的。许工，是你，之前被我暂停掉的项目负责人。江源，你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里，该不是就去帮他了吧？我都跟你说过了，他那个项目不行，你怎么还是不死心？江源，你还记得你是荣亚的秘书吗？请假期间你就在忙这个。请假期间我做什么事情是我的自由，就算是贺总也没有权利干扰我的私生活吧？你再这么闹，就不怕我真的把你辞退了？求之不得。嘴还这么硬，等贺哥哪天生气了，真把你开除了，你怕是哭都来不及。江秘书，你要是对我们有意见，我们可以私下解决。但今天可是全国会展，你没必要为了刺激阿玉，就随便找一个亏本的项目来丢荣亚的脸，是吗？行还是不行，一会儿见真章。我今天只为我自己，荣亚的脸面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江源，你为了维护这个外人，连荣耀都不顾了。哎，贺总这句话就说错了。我只是个打工人，有什么权利来顾及荣亚呢？这就让你难受了，我还有更难听的，你要不要试试？他怎么会这么说？他真的一点都不在意荣亚了。阿玉，宣讲就要开始了，你陪我先去准备吧。江源，你会后悔的。那就拭目以待，看到最后谁会后悔。江源，看清楚，在贺哥的心里啊，你一文不值。你努力了7年都没拿过来的东西，只要百枝姐一回来，贺哥双手奉上。而你呢，当了这么久的舔狗，做了那么多事儿，到头来不还是一场空？这就是你和百枝姐的差距，你们两个没法比，懂吗？你只需要记住一点，我江源不屑跟任何人比。还有，2条腿的男人多的是，一个贺思玉而已。卢柏芝喜欢就拿去好了。时间快到了，你也去准备一下演讲吧。江源，还想成功登台？做梦吧你！贺哥，等会儿这个江源不管发生什么，你可都千万别崩他，他必须得丢尽脸面，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江总，我水喝多了，我去小卫生间啊。马上到你了，早点回来。喂，有人吗？开门啊！信号啊！喂，有人吗？阿玉，我先去了。大家好，我是荣亚投资3部的总监卢柏芝，也是 WT 商学院经济学博士。下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 AI 项目飞鸟。我以前也是这么看贺思玉的吧？还好是以前。我的讲解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不愧是荣亚高薪挖过来的经济学博士，他的水平很高啊。光是他站在台上，就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感。看来荣亚也是赢家呀，就是不知道飞鸟和问心到底谁更厉害啊？怎么回事啊？时间都来不及了。下一个项目的演讲人呢？怎么还没到？倒计时5秒，5。贺哥，这江源看来是落荒而逃。1。由于演讲人缺席，我宣布取消。等等。他要上台，竟然真敢上去！这江秘书胆子不小啊！我看呀，他就是迫不及待的想上去丢脸。哎，百芝姐，你刚刚那么厉害，他根本比不过你。阿月，你不去帮他吗？既然他想自取其辱，那就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知道，没有荣耀，他什么都不是。首先，我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没办法完美的展示我们的产品。甚至在10分钟之前，我也不是主讲人，所以没有带演讲稿，甚至连 PPT 也没有准备好。这是在闹着玩吗？这么重要的展会，什么都不懂也能来参加吗？主办方在干什么呀？为什么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呀？真是丢人！如果可以的话，能把卢小姐刚刚的 PPT 再放一遍吗？要荣亚的 PPT 干什么？是他自己没做出来，准备现学现卖吗？这不是他胡闹的地方吧？他还真是不嫌丢人，拿百芝姐的 PPT， 难道他要当众抄袭啊？荣亚的人不说他很厉害吗？这怎么是这个水平？阿玉，看来你看人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啊。哎，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拿荣耀的 PPT 复述，你实在不行就下来吧。没错，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滚下来！我们的产品在内测的时候就已经收获了用户的一致好评，尤其是产品的数据穿透功能表现得非常突出。就比如刚刚卢小姐所示例的 PPT， 就有我们的产品提供的丰富内容。但和飞鸟有所区别的是，我们的产品属于推理型模型，而并非指令型模型。他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安静。我们公司称它为满血版的现代福尔摩斯，它拥有着强大的推理能力，使它在各个领域都有着超乎常人的水平。这也是我们的产品核心理念——算力平权。他的意思不会是……怎么了？到了。算力平权就意味着每个组织以及每个人都可以独自建立一个专属于自己的 AI 大模型。同时呢，也解决了以前所担心的隐私问题。我们的产品叫问心。问心，这是江源做的。不可能啊！那个许工的项目已经被百芝姐否了，两个不专业的人怎么可能做得出来问心？是啊，怎么会这样呢？江源，问心竟然是你做的，你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阿月，我对项目是不会看走眼的，他一定那个项目就是不行。阿月，你相信我。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没错，肯定是这个江源在做项目策划的时候藏了一手，想不到他心思这么歹毒。他可是荣亚的总秘呀，怎么偷偷去支持荣亚的竞品呢？这不是背刺荣亚吗？等等，台上的好像是荣亚贺总的秘书江源，我以前在店会上见过他。的确是江秘书，可是荣亚推出的产品不是飞鸟吗？我记得问心是个刚刚创立的小公司吧？江秘书，请问问心也是荣亚的新产品吗？荣亚推出飞鸟和问心是为了用飞鸟来衬托问心吗？你胡说八道什么？就大家刚刚提问的问题，请再给我几分钟。阿月，如果江秘书是用问心
来吸引你的注意力，得到你的重视。我承认，他赢了。我愿意将问心作为新的重点项目。你想好了？为了你，为了公司，我愿意选择退让。好，我会弥补你的。诸位久等了，刚刚大家所问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问心是我独立投资的项目，和荣亚没有一点关系。江蜜，啊不，江小姐，你的意思是你已经脱离荣亚了吗？没错，今天我在这里正式向贺总提出解约，并会按约支付全部违约金。从今天起，我江源不再是荣亚的员工。江源，你敢再说一遍？贺总，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解约合同也已经发到了你的手机上，后续的赔付流程会由我的律师到荣亚详谈。江小姐，你可是荣亚的创业期元老，如今荣亚刚上市，你怎么突然要离开？而且是解约赔付，你是为了问心才公然背刺的荣亚吧？江小姐，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违行业道德吗？没错，这个问心本来就是荣亚投资的项目，是江源偷走了它，明明就是……闭嘴！简直是无耻！江小姐，你这样的行为就该被整个行业抵制。贺总，你不解释一下吗？阿月，你要是替江小姐解释，我和荣亚的名誉都会受损，而且你要是执意澄清，那江小姐就再也回不来了。他真的决定离开了。我居然还在幻想他会替我说句公道话。这件事我能替江总解释。是中华的徐总。徐总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他怎么回来？徐总可是投行顶尖人物，他来到现场肯定是有看好的项目。阿野，你怎么来了？原来这就是你迫不及待离开荣亚的原因。亏我还以为你是……贺总，你我之间只不过是普通的上层秘书的关系，我跳槽应该没问题吧？普通？好，江源，你很好。先不说这些了，我这次来只是想说，江源没有背叛荣亚，这是江源在荣亚的时候耗费巨大心血做出来的项目书，里面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他对市场的考量。然而这一切全都被这个空降而来的卢总监给否了。阿野，我别急，我还没说完呢。你已经受够了委屈，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委屈自己。江源，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江源在荣亚的这7年，从2个人的仓库做起，在夏天热到差点中暑晕倒。为了荣亚的资源，他结交每一个客户，尽力做好每个项目。为了荣亚，他不惜把自己喝酒喝到胃出血。就在你和卢柏芝见面那一天，他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甚至……师兄，这都是过去的事情。甚至什么？这7年来，没有江源，荣亚今天就不会上市，而且是江源离开在先，做问心在后，请大家不要误会他。哦，原来是荣亚自己的问题啊！这个卢柏芝还商学院博士呢，瞧不起人家江小姐本科，就这眼光？江秘书我是知道的，勤勤恳恳，不走啊才是大冤种。对呀，都给我闭嘴！阿月，我够了，不是柏芝的问题，是我的决定。贺总还真是深情啊，到现在还不忘维护自己的白月光。江源，你别以为你做出问心就很厉害，现在可是资本市场，
你确定你那样的小公司不会被吞并？这就不用卢总监操心了。现在，我正式代表众华集团，邀请江源女士出任众华 CEO。阿爷，你疯了！江源当总裁，他配吗？徐州野，众华是上市公司，怎么可能聘用江源当 CEO？ 贺思玉，我们众华的用人标准一向是能者居之，以江源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 CEO。我不会像你一样埋没他的才华整整7年。江源，现在问心你已经做出来了，你的目的达到了，你现在只要回到荣亚，一切事到如今，贺总还是觉得我把问心做出来，只是为了证明我对你有用。我做出来问心，只是为了彻底离开你。贺思玉，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江源，你师兄，今天的重点是问心。诸位，有关问心的问题，我们这边回答。江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贺总，自重。贺总居然把问心放走了，最后让仲华捡了漏。走，走。哎，你们懂什么？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的。我所做出来的飞鸟一定会比问心更加厉害。现在只是试用阶段，等上市之后我们再比。对，这个江源他就是故意的，故意针对荣亚，针对百之姐，真没良心的呀！江源真的做出来了问心，还和徐州也重新联系上。他一直……阿月，你相信我，我是不会让飞鸟输的。江源这一次只是侥幸，等真上市了，肯定还是飞鸟更加强。江源，你给我等着！小月，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谢谢师兄。那是阿野，阿野在给江源送花。阿月，这江秘书还真是好手段呢，既然勾搭上了阿野，所以阿野才给了他总裁的位置。江源，徐州野一回来，你就迫不及待要离开吗？不过他一个本科生，我看这次全靠运气。阿野要是让他做众华的总裁，就等着后悔吧。你放心，飞鸟是不会输给他的。1周后，侯玉良老师就会回国，他可是 AI 界的泰斗，我会请他来给飞鸟背书。飞鸟上市一定可以迅速抢占市场。好。侯老师听说你做出了问心，很为你骄傲，还说等问心上市那一天一定会来的。真的吗？我还以为当初我没听他话出国深造，他会生气呢。傻丫头，他怎么可能生气呢？你可是他最骄傲的学生。那等他这次回来，我一定要好好向他道歉。江源，你难道真的爱徐州也爱到这种地步？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小袁离职了？为什么外界都在说你要娶卢乃之？你这个混小子，难道忘了？要不是小袁，你就死了。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小袁离开？离开也好，反正他的心从来都不在我这里。什么？学长，学长，别走！学长，你就那么喜欢徐昼夜？即使跟我在一起，你还想着他？您别管了，我会和卢柏芝订婚。你，哎呀，我还以为你心里面就只喜欢小袁，怎么突
突然又冒出来一个卢柏芝？你之前不是一直对他们卢家的人……我和卢柏芝门当户对。什么门当户对？那个卢柏芝的妈妈以前是你妈妈的秘书，要不是你妈妈出了意外，她接手了你妈妈的项目，他们卢家会有今天。你真的觉得我妈的死是个意外吗？就算是个意外，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核心算法要发布的前一夜？怎么我妈坐在后座就重伤不治，而坐在副驾驶的李元可就只是个轻伤呢？儿子，你是查出了什么吗？你不用管，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我和卢柏芝订婚。我一定会给卢柏芝一个永生难忘的订婚宴。混小子，我看你是疯了！要是失去了江源，有你后悔的。我到家了。今天展会上的问询很成功，期待后面的发布会。谢谢师兄。谁？何思玉，你放开我！你到底要干什么？怎么，徐州野回来之后，连碰都不能碰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迫不及待离开，其实早就计划好了，是吧？为了徐州野，你竟然放弃在荣亚的7年，放弃你跟我之间……放弃我和你的什么？何思雨，我们整整7年的地下恋，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呢？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和卢柏芝都要订婚了，又来发什么疯？何思雨，我在你眼里就是可以随便玩弄的吗？江源，你就这么讨厌我？你觉得呢？徐州野回来之前，你一直待在我身边。徐州野回来之后，你整个人都变了。你就那么喜欢徐州野，喜欢到7年都不能放弃他，是吗？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江源，你可真能行。何思雨，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的牵扯。江源，徐家是极其注重门第之间的家族，看不上你这样出身的人。你最好收起那些不该有的心思，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我是什么出身？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我不是那个意思，徐家容不下你，所以你……何思雨，所以我在你眼里就只配留在你身边，做你的秘书，做你的小三，看着你和陆柏芝秀恩爱，看着你们结婚，我是个人。你真是个人渣。我和卢柏芝之间的事情与你无关，但你不要走，留在我身边行不行？你知道你离开意味着什么吗？没有我的允许，你在江城寸步难行。所以我在你眼里一点价值都没有，就只配留在你身边，做一个不被承认的小三，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秘书，对吗？我是为了你好。江源，以你的能力，就算徐州也给你机会，就算问心现在可以，但是1周后，只要飞鸟上市，问心一定会输给飞鸟，到时候你一定会回来求我。那就试试看，看我会不会回来求你。喊你的姓名，该如何歇斯底里？思玉，你的嘴角怎么了？让猫咬了。那个，听柏芝说你们快订婚了。
1周后，阿姨到时候可一定要来，我会为柏芝准备一个永生难忘的订婚宴。你对柏芝用心，我也就放心了。喜事呀，还不止这一件呢。飞鸟上线1周，下载量已经是第1了。明天的发布会，侯老师也会去。阿月，我想邀请江城所有的媒体，还有贺叔叔所在的商会，让飞鸟一飞冲天，好吗？好啊，你想要的，我都会帮你得到。江源，我会让问心的发布会无人问津，让你成为我的手下败将。袁姐，袁姐，味道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些？而且都连续送了1周了，我的胃病都好了不少。观察呀。你一直来这边就不怕荣亚那边不满吗？怕什么？大不了被开了来找袁姐你呀。贺总，袁姐已经吃了。江总，不好了。怎么了？明天我们拟邀的媒体都明确拒绝参加我们的发布会，他们要去飞鸟的，不管我们怎么沟通，他们都不来。贺思玉的手段还真是一如既往。那江总，发布会还开吗？开，不过我们得做2手准备，做线上和线下的融合直播。江总，飞鸟提前上线，已经霸占了智能类下载量第1，直接抢走了问心的关注度。而且现在卢柏芝的知名度已经彻底打出去了，我们这一仗不好打呀。不好打也得打，我们没有任何退路，按我说的去做。袁姐，其实我得继续忙了，你先回去吧。好吧。师兄，明天的发布会，老师会晚点过来。你放心，他答应了，一定会来的。师兄，这太贵重了，你不能要。小月，对你而言，明天可是最重要的战场，怎么可以没有战袍呢？可是，没有可是，你要明白，你比这些身外之物珍贵多了。那我就收下了，谢谢你师兄。明天我一定会赢的。我相信你。贺思玉，我会证明给你看，离开你，我只会过得更好。你告诉卢柏芝，我不会接受她，我只认江源这一个儿媳妇儿。明天飞鸟的发布会，我也不会参加。明天江源的问心发布会也在国际饭店。混小子，你不好好珍惜江源呐！明天我就带你整个商会，让他风风光光。贺总哎，没想到他会亲自出席飞鸟发布会。贺总跟卢总监，他俩的订婚日期都已经发布了，他俩可真绝配啊！卢总监的能力强，人又长得漂亮，贺总真是好眼光啊！白芝姐，你今天可真美。阿玉，我今天穿成这样，会不会太高调了？不会，你本来就是今天的主角，而且你要适应订婚宴上
你会更美。这正好的徐总。哎，这不是徐总和江小姐吗？好配啊！竟然是江源，她怎么这么漂亮？江小姐身上穿的可是限量款礼服，价值100万。江小姐好漂亮啊，这一点也不输给卢总监啊。江小姐是徐总的女朋友吗？两个人好般配啊。这江小姐在荣亚穿的那么低调，到了众华倒是打扮起来，看来对阿野真是司马昭之心啊。她该不会以为在这个残酷的 AI 界，靠着男人就能上位吧？阿野、江小姐，你们怎么敢把问心的发布会放到今天？我为什么不敢？今天所有的记者、商界名流都是冲着飞鸟来的，你的问心无人问津，偌大的发布会没有人来，岂不是会很尴尬？用不着你操心。嘿，江源，你就别嘴硬了。侯玉梁大师和贺家商会的所有人今天都会给百枝姐撑腰，你呢就乖乖认输吧。徐总，不是我说，你这眼光怎么挑上江源这个本科生了？是吗？那让我们拭目以待。你现在还有后悔的余地？我早就后悔了，后悔没有早点约。江源他就等着说吧他。一个本科生，还真以为自己做的问心能够打败飞鸟，简直就是异想天开。阿月，你放心，今天的赢家一定是荣亚，一定是飞鸟。是商会的宁总，他也来了，也是为了飞鸟吗？宁总，您来了，欢迎。是帝豪集团的王总，欢迎。刘氏集团的刘总，这些大佬今天云集，竟然都是为了飞鸟来的。欢迎。阿月，他们都是冲着飞鸟来的，今天我们已经成功了。是商会主席的贺总，他本尊也亲自来了。贺伯伯，贺伯伯，你来啦！今天我不是为你来的。什么？不是我。贺伯伯，什么情况？是，百枝姐，贺伯伯肯定是为了荣亚的飞鸟来的。也是，是我太着急了。这贺伯伯怎么可能会看上问心？他一定是冲着飞鸟来的。嗯，对。妈，你怎么来了，妈？今天我女儿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肯定要来啊！走，我们进去吧。哎，不等侯老师了吗？侯老师说他一定会来的，我们在现场发布会等他。今天我就是最风光的，江源，你的发布会空无一人，有好戏看了。走。哎，贺哥。阿月，我真是没想到，今天江城的大人物都来了，一定是飞鸟太优秀了。今天的发布会一定是史无前例的成功。那我就提前恭喜百枝姐了。
不过听说这问心的展厅就在隔壁，那么大的一个展厅，一个人都没有，那他江源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也不知道照照镜子，他一个小小的本科生，怎么能跟百枝姐您这样的博士生相提并论呢？可不是谁都能跟我女儿比的，你说对吧，阿玉？今天我就让江小姐感受一下商界的惨。走。人呢？规模可真大呀！哎，百枝姐，那么多商界大佬呢？还有贺伯伯，他们都去哪儿了？哦，我明白了，他们一定在商量飞鸟的事儿呢。我还以为去了江源那边。百枝姐，你开什么玩笑？那江源怎么可能叫得动这么多商界大佬啊？你说的没错，规则决定一个人的下限，能力决定一个人的上限。他不过就是国内本科学历，他的能力上还是有所欠缺的。哎，所以他江源啊，就是来刷新下限的。好了，快去准备吧。那我先去了。这番盛景，江源，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诸位，欢迎大家来到飞鸟的发布会现场。飞鸟从上线开始，下载量一直稳居第一。现在，我将公布一下飞鸟的最新下载量，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飞鸟一定会突破历史性的第一，让我们一起举杯庆祝。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被飞鸟的下载量给震惊到了？诸位，让我们一起举杯庆祝。白痴，看后面。这下载第一，怎么可能会是问心？这下载第一，怎么可能会是问心？快，切画面！这只是今天的下载量，之前飞鸟……快，赶紧走，不然就没位置了。听说隔壁问心发布会来了很多大人物，咱们也去看看。是啊，除了商会会长贺银海，其他的商会大佬都来了。问心发布会是刚刚弹幕上下载量第一的问心。是的，我刚查了，问心上线才3小时就冲上了下载榜1，飞鸟可是花了3天才爬上去的。关键是问心明星宣发，全靠 AI 界的自来水到处安利，这可是实打实的数据。我就说飞鸟的数据太水了吧，全都是钱砸出来的。是啊，这算不算半场开香槟？可惜了这么好的酒。站住！你们都站住！到底怎么回事啊？哦，一定是江源搞的鬼，他把所有的大佬都骗过去了。怪不得大佬们不在，这个江源心思真歹毒啊！阿月，我们也快去吧。江源，你真的把问心做出来了？你比我想的还要厉害，这就是徐州野带给你的动力吗？走。感谢大家来参加问心发布会。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它的算法不是特别的传统，特别的新型，也有带有一些。江源，你们来干什么？诸位，贺伯伯，飞鸟的发布会在隔壁，你们走错地方。谁说他们来错地方了？难不成江城这些顶级大佬都是来参加你问心的发布会的？江源，你竟然在背后耍手段！你果然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啊，你怎么在这儿？你打我干嘛呀？个废物！跟江总说话。江总，
你说他？江总，抱歉，我这儿子不成器，您大人有大量。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卢总监，我今天就是来参加问心发布会的。我也是，问心才是行业顶流，我当然是奔着问心来的。贺伯伯，我当然也是因为小袁来的，他的问心一定会史无前例的成功，我必须来支持。谢谢大家。不可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江源，这就是你的手段，是吗？如果贺总和卢总监不是来参加问心发布会的，还请离开。是啊，你们飞鸟不是也在举办发布会吗？还站在这干嘛？贺伯伯，你误会了，江源不过就是一个秘书，而我可是海归博士，精通这个行业。我所做的飞鸟一定会比问心更加厉害，你们来错地方了。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诸位，侯玉良老师是国内顶级学府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兼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机器人总体专家组成员，也是人工智能副理事长。今天他会亲自到场来支持飞鸟。侯老师要去飞鸟的发布会，那可是侯老师啊！要不咱们还是回飞鸟吧？谁说我要去飞鸟发布会的？侯老师，您来了。侯老师，飞鸟的发布会在隔壁，我带您去，走。飞鸟？对，您之前答应过的。你要搞清楚啊！我之前只是说要来国际饭店。侯老师，您说笑了，您肯定是为了飞鸟来的。您不知道，问心的负责人是一个本科生，他那样的人是入不了您的眼的。你的飞鸟一塌糊涂，就能入我的眼了？侯老师，飞鸟连基本的数据库都不专业，运算速度更是一塌糊涂。谁给你的脸，竟敢举办发布会呀？啊？飞鸟果然不行，卢柏芝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还是国外的博士生呢，也不过如此嘛。难道问心就可以吗？当然，问心的运算速度是一流的，这几年在国内最佳。好久不见，老师。小袁，老师？怎么可能？你竟然是侯老师的弟子？你不过就是一个本科生。江源，你是侯老师的弟子，我为什么从来不知道？这对你来说重要吗？侯老师，他不过就是一个本科生，他怎么配做您的弟子？本科生又怎么了？学历只是个光环，最后靠的还是硬实力。问心的数据早就已经碾压了飞鸟。贺总、卢总监，你们输了。7年，你从来没有提起过你是侯老师的弟子。这真的重要吗？就算我告诉了你，你又在乎吗？阿月，江源，你是故意的，你……贺总、卢总监，二位要是没事的话，请不要打扰问心的发布会。请吧。阿月，我失败了，我累了。阿月，接下来我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问心的一个产品制作过程。芝芝，你跟贺思玉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冷淡？难道你们俩还没有？妈，阿玉很尊重我的，我们不到结婚是不会。男女之间谈什么尊重？我花这么多精力为你推波助澜，结果一点实质性的作用都没有吗？
难不成他喜欢的是江源？不可能，他喜欢了10年的白月光，明明就是我。啊，对，贺哥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柏芝姐了。什么？怎么了？在大学期间，我一直都在做交换生，我根本就不认识阿宇。不对呀，他们跟我说了，贺哥喜欢的是这金融系的女神。啊，可能是我记错了吧？那个我爸好像在找我，我就先走了啊。妈，这江源也是金融系，这阿宇一直喜欢的，该不会是江源吧？行了，冷静点。不管他喜欢的是谁，这订婚宴都不会变。至于那个江源，我一定会让他消失的。贺总，还有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侯老师的学生，你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重要吗？那为什么徐州也知道？这7年你根本没跟他断过联系，对吗？徐州也什么都知道，而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在发什么疯？你又有什么资格质问我？贺总，你马上就和卢柏芝订婚了，我不想别人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请你离我远点。我说过了，我跟卢柏芝不是你想的那样。倒是你心里一直惦记着徐州野。够了，我和师兄什么关系，犯不上跟你解释。还有，我不想听你和卢柏芝之间的事情，别再烦我。我今天不会让你走的，你跟我解释解释。贺总，我们要去参加问心的庆功宴，你应该不想参加吧？我告诉你，江源是我的女人。不，江源已经从荣亚离职了，他现在是仲华的人，和贺总你没有半点关系。贺总，直到现在你也该认清，你们之间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永远不可能结束。只要你还喜欢徐州野，我就永远不会放手。贺思玉，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却还要摆出这副姿态？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还好吗？贺思玉这个疯子，他怎么会认为你喜欢我呢？小月，师兄，他只是习惯于我像个舔狗一样到处围着他，事事以他为主。现在我离开了他，他失去了掌控，就怀疑我和你的关系。这样的贺思玉根本不值得我喜欢他这么久。贺思玉只知道你跟了他7年，却不知道你喜欢了他整整10年。一切都会过去的。小月，等了10年的不只是你。何总，连着几天飞鸟的数据下滑严重，问心的下载量已经突破市值，再这样下去，飞鸟只能下市。我们荣亚之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飞鸟的数据被外界猜测是假的，这对荣亚是前所未有的打击，我们的市值一降再降。我会想办法解决的。飞鸟的核心数据没问题，只是 AI 算法还需要再提升。你还有别的算法？我有，阿玉，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解决的。我会证明我比江源更厉害，哪怕他是侯老师的弟子，那也是我更厉害。是吗？我会证明你的选择没有错。好，那就证明给我看。贺总，今天的饭已经给袁姐送过去了。他的胃还好吗？贺总，您为什么不亲自给袁姐呀？他喜欢的人又不是我，就算我送，他也会丢掉。可是袁姐明明很喜欢你啊。你说什么？
对了，贺总，您为什么让高层们给卢总监施压，还故意让外界放出消息打压飞鸟？这样做对荣亚百害无一利啊！这一切是时候该结束了。你要当年那个算法？妈，你就帮我这一次吧。当年阿玉妈妈给的那个算法，就算拿到现在也是最顶尖的。只要我能拿到那个算法，就能打败江源。我绝对不能输给那种女人。可当年那场车祸是我设计她死了才拿到这个算法的，我现在给你岂不是全暴露了？妈，阿玉是不会怀疑的。那场车祸已经过去了，你不是想让我嫁到贺家吗？就差一步，我就能嫁给阿玉了，成为贺太太。那贺家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打败江源。好，妈会帮你安排好的。江源，他不会再有资格跟你争。这是新的算法，只要把这个加入到飞鸟，飞鸟一定可以在算法上超越卫星。阿月，我做到了。好，我要在我们的订婚仪式上当场公布这个算法，一定可以让江源永远无法翻身。好，我非常期待你那天的表现。阿月，你对我真好。我说过，会给你一个永生难忘的订婚宴，我说到做到，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这就找人把消息公布出去。江源，只要阿玉的心在我这里，你就注定永远都赢不了我。小玉，妈妈研究出了最新的算法，一定可以破纪录，成为最厉害的。太好啦！妈妈现在去把这个给公司送过去，你在家等妈妈回来好吗？妈妈没有忘记你的生日，一定会赶回来陪你过生日的。那我一定等你。妈妈还会买咱们小玉最喜欢吃的那家蛋糕，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哦。妈妈发誓，一定会回来陪你过生日。生日快乐，小玉。妈妈，对不起你，不能再陪你了。妈，这一切就要结束了。震惊！荣亚总裁贺思玉将与卢柏芝在3天后订婚，豪门里。小袁，你还好吗？师兄，我没事的，我和贺思玉早就结束了，他怎么样都和我无关。好，侯老师让我问你，7年前你为了贺思玉放弃和他出国深造的机会，现在他想邀你进入他的团队深造，你愿意吗？我愿意，师兄，谢谢侯老师等我，这一次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了。好。7年前错失的机会，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弥补。Hello， 什么人？哎，你就是江源吧？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毁了你，我们就不客气了。来，啊！臭姑娘，你敢咬我！放开我！
完了，今天晚上有人要你身败名裂，你呀躲不掉，那你就准备好好享受吧。谁呀？谁敢拦我们？好，贺思雨，你没事吧？贺思玉，你明明不喜欢我，为什么要来救我？对不起。你放我下来，我已经可以走路了。怎么，现在连抱都不愿意了，是吗？你没受伤吧？今天我，贺思雨，贺思雨，你怎么了？贺思雨，贺思雨。小远，小远呢？你醒了，把你送来的那位女士已经走了，所幸你的伤口不在要害处，已经包扎好了。就这么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你来干什么？小袁呢？你不知道吗？小袁的妈妈在这里。什么？你不知道？你那天抢走的手术名额，其实是小袁妈妈的。贺思雨，就算你再不爱小袁，看在她陪了你7年的份上，你也不应该这么狠心。你差点就夺走她唯一的亲人。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说清楚。就在你给卢柏芝妈妈安排手术的时候，小袁的妈妈也在等着那台手术。你知道吗？那天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小袁的妈妈早就……小袁从小就没有爸爸，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害死他唯一的亲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有用吗？你那一颗心早就在卢柏芝的身上。既然你不爱他，你为什么要招惹他、伤害他？你知道？谁说我不爱他？你什么意思？贺思雨，你知道你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吗？但是为了你，小袁胃出血在医院失去了那个孩子。可你呢？你却陪在卢柏芝的身边。孩子，你觉得这样的你配说爱吗？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贺思雨，如果你还把你自己当个人看的话，就离小袁远一点。不可能！张远，你来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们好好聊啊。是你让周密跟踪我的。这样，我们
有过一个孩子，是不是？对，我们是有过一个孩子，但已经过去了，孩子跟我们没缘。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没错，我们之间没有爱。就算他出生又如何呢？江源，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连你母亲做手术的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对不起，我的……你不知道？贺思玉，那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为了上市应酬，我喝酒喝到胃出血，导致小产，一个人在医院里醒来有多痛苦吗？你知道，就算这样，我也心甘情愿，甚至还准备……但当我得知那天你在陪卢柏芝的时候，我有多难受吗？你知道，我到处求医，但却得知手术被你为卢柏芝抢走的时候，我有多绝望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一句不知道就可以抵消一切的伤害吗？对不起，我不接受你的道歉。你给我的伤害，也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弥补的。那你要我怎么做？你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你……贺思玉，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们已经结束了，彻底结束了。江源，江源。填不满半排观众的电影，原来那天他是这么痛，他不爱我，竟然可以为我做这么多，只要我不来，我们就要纠缠到底，永不结束。明天就是贺思玉和卢柏芝的订婚宴，这请帖是卢柏芝故意给的，你要去吗？去。那天晚上找人强奸我的人是卢柏芝，师兄，我不想再吃亏，他敢这么做就要付出代价。但那3个人还没找到。没关系，当场揭穿他也能让他身败名裂。那你和贺思玉，他爱的人是卢柏芝，就算卢柏芝找人欺负我又如何？他还是会原谅他。师兄，7年前我为了他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现在我要解决好这段关系，重新开始。好，我会陪着你的。这订婚宴的规模可真大呀！贺总对卢小姐可真是上心。贺总单身了这么多年，卢小姐一回来，他就和她订婚了，这绝对是真爱。您不知道吗？贺总一直喜欢的都是卢小姐。以后卢小姐就是贺太太了，真让人羡慕。我的女儿今天真是风光。你看 Uncle Smith 专程回国参加你的订婚宴呢。谢谢叔叔。你的婚礼我当然要参加，今天你就是最耀眼的。阿玉说要给我一个永生难忘的订婚宴，你瞧，这规模很多人都羡慕。哎呀，是贺思玉这个臭小子没有福气。贺叔叔，我和他已经结束了，但我和您的关系不变。小袁，以后我永远把你当成我的女儿。现在，让我们有请卢小姐走向贺先生。走。贺先生，请将你手中代表爱的鲜花送给卢小姐。阿月，
思月，这怎么回事啊？今天不是我跟罗柏芝的订婚宴。阿月，你到底要干什么？贺思月，你不要太欺负我们母女俩。我说过，会给你们一个永生难忘的订婚宴。这个 U 盘里有一个 AI 核心算法，你还熟悉吗？这个算法是我母亲当年留下的，而你当年是我母亲的秘书，你串通这个男人谋害我母亲，夺走了算法。别胡说八道，我没有。你这是冤枉人！Miss， 自从你得到算法后，你就把所有资产都转移到了国外，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回来过，所以我知道，只有我跟卢柏芝订婚，才能让你现身。现在你终于回来了，我要让你为当年谋害我母亲付出代价。你从始至终都是在利用我。不然呢？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让你以为你自己可以得到一切。怎么样？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滋味，好受吗？这一切都是你们要付出的代价。可你不是暗恋我吗？我不是你的白月光吗？谁说是你？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我忍了这么多年，现在是时候结算了。只要这个 AI 核心算法在你们手里，就足以证明你们就是谋害我母亲的凶手。这算法就算在我们手上，谁能证明和当年的车祸有关？李元可，你错就错在不该对小妍下手。带上来！妈！说，贺头，当初都是史密斯和李元可指使我们去破坏联娘车的。贺总，我们都是拿钱办事啊。还有上次强奸江小姐也是他们指使的。贺总，我求求你，你就饶了我们吧。你给我闭嘴！哎呦！请问是史密斯先生吗？史密斯先生，李元可女士、卢柏芝女士，你们涉嫌谋杀、强奸等一系列罪行，麻烦你们跟我走一趟。哎呀，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是最爱我的吗？哎呀，哎呀！这一切都结束了。小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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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结束了。我跟卢柏芝从一开始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管是荣亚还是我身边，一直都……贺先生，我和师兄要走了。什么？是啊，3年后我会带着小袁出国。贺总，如果你想来送行，随时欢迎。其他的事情，不要再勉强小袁了。你要走？你就这么喜欢徐周野？那我们的7年呢？我们的7年算什么？贺思玉，先放弃我们7年的是你。可是你不是看到了吗？我跟卢柏芝不是那样的，而且我已经解决他了。贺思玉，你有你的有苦难言，但我们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对我的伤害，永远无法弥补。小远，贺总，有些事情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也永远不知道小袁曾经有多爱你。江源爱我，小袁喜欢的不是一直都是徐周野吗？你动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如果小袁喜欢的是徐周野，那当初他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途？他要留在你身边当秘书，还要做见不得光的情人。难道不是因为7年前徐周野出国，他们分手了，所以贺思月，你根本就配不上小袁的爱。当初他有大好的前途，徐周野要带他一起离开，可他放弃了。他是为了你，他才留下来，他要陪你一起辛苦创业。你说什么？他是为了我留下来的。我一直以为他喜欢的是徐周野，我都干了些什么？你知道吗？
荣亚上市那天，小袁去找你，是去找你求婚的，他都为你准备好了求婚戒指。她一个女孩子，她爱你爱到什么地步，才会想着主动求婚？可是你呢？你辜负了她。这是什么？没戒指，是求婚戒指，是送给我的。你做了什么？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清楚。我要找他。阿远，阿远，你听我解释，我们之间有误会。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是徐周野，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卢柏芝。你不喜欢卢柏芝，那你口中的为爱当三是什么？你都听到了。没错，那天我本来是想向你求婚的，可是却听到你口中的白月光。你误会了，为爱做三，是因为我以为这么多年你跟徐周野一直藕断丝连，你喜欢他，所以我才……那我们的7年，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公布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以为你不想，因为你喜欢他，所以我……你以为，你到底为什么这么以为？因为你在梦里的时候喊的是学长。贺思玉，你也是我学长，所以是我，你喊的人是我。小袁，对不起，小袁，对不起，是我没有弄清楚，你原谅我好不好？你给我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是求婚戒指。不要！回不去了就是回不去了，误会也罢，错过也好，伤害是弥补不了的。这个戒指就像我们之间的感情一样，已经沉入湖底，不会再有。我不会的。贺思玉，戒指在哪儿？戒指！难道这次我真的要失去小袁了？小袁，小袁，我错了，小袁，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小袁，小袁，来，起来！你这不是找死吗？你酒精过敏，还喝这么多酒，死了又能怎么样？死了也弥补不了我对小袁的伤害。当时他一个人在医院，失去了孩子，跟我求婚，又听到那么混账的话，他该有多难受？我所遭受的这一切，都比不上他所承受的痛苦。都怪我，都是我。哎呀，儿子，你别磕头，你这样会死的。那就死了算了。我伤害了江源，害他失去了我们的孩子，我该死，我该死。小袁，小袁，儿子，小袁，你来了。小袁，你回来了。贺思玉，你喜欢的白月光是卢柏芝。你对我的不是爱情，只是习惯了依赖。不要再这么折磨自己了。不是的，我喜欢的是你，我的白月光也是你。
说什么？可是那个白月光10年了。妈，杀害你的史密斯出国了，我再也不能为你报仇了。不如我来找你，好不好？小七，你不看车吗？今天是你生日啊，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最爱我的人已经不在了。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只要你一直想着他，你最爱的人就一定会有所感应。他没有离开，就在你心里一直守护着你。我想，他也一定希望可以陪着你，看到你开心。生日快乐！就算是为了你最爱的人，也要开心哦。从你那天救我开始，你就是我心里的白月光。我之前一直没有解释，是因为我要骗卢柏芝。小妍，这7年，我用尽各种手段都没能让史密斯回国，我实在等不了了。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卢柏芝，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是徐周野，都怪我，我是混蛋，我是畜生，对不起，真的是我的错。我求求你，你不要离开我。原来那天那个人是你，你还记得我？我还记得，贺思玉，我为了你放弃了一切。你喜欢我，却误会我跟师兄的关系，这就说明我们根本没有缘分。不管是命运的捉弄，还是错误的时间，错过就是错过，我们都该重新开始了。可是我们之间……往前看吧，贺思玉。小袁，小袁，有没有舍不得？没有。7年，我错过了7年的学习时间，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补回来。那我们出发。小袁，这7年是我耽误了你，这次我放手，让你飞。江总好，江总好，江总好，江总好。江总，您的助理招聘开始了，第一个面试的人已经到了，让他进来吗？江总，我来应聘你的助理。